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个你绝对不能忽视的话题，那就是人工智能。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革命，而你是不是正在错过这个百年来最大的历史机遇呢？为什么说 AI 是百年来最重要的机遇？因为你回头去看这个历史，以前就是很多人现在也在讲说，它是一个比以前的工业革命更加厉害的一场变革。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然后就带动了很多的这些机器啊、火车啊之类的这种交通工具，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变化。然后后来呢，这个电力的变化，电力技术的出现，比如电灯，然后所有的东西才慢慢营造出来，比如说现代化的这些城市啊，然后接着就是互联网革命。我相信很多人都在互联网革命当中获得了财富，获得了他们属于他们的一切。那是个非常疯狂的时代啊！那个时候，随便你做一点跟互联网相关的，甚至拿一些股票，都可以让你财务自由，或者是说不只是财务自由，对吧？那么我们来讲 AI，它到底是跟他们一样的吗？还是说，呃，只是一个噱头？现在很多人还以为它是个噱头，但实际上我敢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比前面的几个差的一样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甚至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它超过了前面所有的总和。AI 的影响力会远远超过绝大部分人的想象。麦肯锡的这个研究报告说，到2030年，AI 就有可能为全球的 GDP 的贡献13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总量。这就意味着一个崭新的财富时代即将到来，而你有可能可以站在这个财富浪潮的起点上，但首先是你要意识到它是财富的起点不然你就很有可能会错过。你可能会说，AI 的发展虽然很重要，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紧急。但是不是的，其实是非常的紧急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几年 AI 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比如 GTP 的这个出现，整整几个月就席卷了全球，彻底的颠覆了人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认知。AI 不再只是一个很遥远的科幻的幻想，它已经走进了现实，走进了很多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ChatGPT 或者是用 DeepSeek，就是呃，只是你的选择不一样，但是大家现在其实都慢慢开始接受它，并且开始使用它。你比如说，在美国，现在很多企业甚至政府都已经开始全面布局的这个 AI 的战略，而在大洋的对面，中国 AI 的产业进程更是迅猛，从医疗健康、智能，然后制造，包括这些智慧城市，AI 几乎渗透了每一个行业。所以在全球的顶尖的这些企业里面，比如说谷歌啊、微软啊这些公司，甚至苹果都在 all in 这个 AI。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它很迟疑，那你很有可能会错过了这个时机。那么我们回头来说，AI 到底会怎么颠覆我们现在的经济模式呢？AI 带来的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优化，很多人觉得把它当成是一种软件它会帮助我们现在的这些模式，但实际上不是的，它是一种完全颠覆性的东西不仅仅只是那些，首先肯定要讲那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全部都会被 AI 取代掉。你可以想象，美国劳工部就有预测，未来10年，全球范围内至少有4亿个工作岗位会被 AI 全部取代，4亿个工作岗位。但同时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岗位，但是这些新的岗位是什么呢？会有多少呢？这些都是疑问。另外一个 AI 它将会改变
新的这些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原来互联网的模式可能会全新的这种洗牌。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它其实解决的是一个信息的交流的这样的过程就是原来时隔很远的地方，它的信息交流是很差的，但是在互联网上，你的信息就非常快扁平化的，你可以挂一个什么东西，别人如果觉得喜欢，他就会去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方式来改变。但是 AI 它并不是这种方式的改变，它其实是一种智能的产品，也就是说，你慢慢的它会取代掉很多原来人力作为成本的这样的一些经营模式，甚至人的很多关键的职能都会被取代掉。那人的这个职能它是有它的成本在里面的，是吧？就是你都有人工成本，你雇佣多少雇员，也就限制你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高度。但是 AI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它的上限其实是无止境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将会颠覆性的改变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市场，包括一些工作。然后更重要的是 AI 它将会重塑这个财富的分配。你要明白，每一次技术革命，其实财富都是重新分配的。你看工业革命以后，那些地主什么他们的农业的这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就落寞了。然后这些新兴的这些石油公司、汽车巨头，是吧？后来到互联网就诞生了谷歌、阿里巴巴、亚马逊这种互联网的公司。那么未来在 AI 时代，肯定又会诞生一大批的这些巨头世界级的这种财富巨头。那么我们讲下一个点，就是普通人应该如何抓住这个 AI 的历史机遇呢？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哎呀，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没有资金，也不是科学家，我怎么可能可以去抓住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遇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需要你是科学家，也不需要你有大笔资金，只要你做好几件事比如说我下面给你提的3件事情你可能就可以做到一部分的这些机遇。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保持一种开放和积极的心态，要主动的去学习和拥抱这个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还是在那边犹豫，他们还在讲说，哎呀，不过如此这个只是炒作。还有很多人在讲，哎呀，这个 AI 现在很不实用。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你只要开始行动，你只要主动学习，你只要去进步，你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是在那里，首先有这个技术出身，他只是在这边闲言碎语或者是说在那边瞎聊，然后就是把人家当成不当回事来显示自己很厉害。就是很多人精力都用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那如果你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你比较积极的去接受它，去学习它，那么你已经超过很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要选择一个就是 AI 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行业，然后你在里面去投身、去投资或者去进行一些职业规划比如说你说医疗教育或者是哪些方面内容创作就是你自己要去先去分析哪些东西是在 AI 里面。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篇幅去跟你聊这个事情，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行动起来，你去找什么东西可能是 AI 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些行业，然后你又是在这个行业有一定的深耕，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做一些布局，对吧？你一点一点做起来，你比别人早，然后做的时间长，你就有产生一个比较强的优势跟护城河。那这样子的机遇它腾飞的时候，你就能抓住它的历史机遇，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就行动起来，对吧？第一点就是接受这个趋势，第二就是行动起来，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你要积极的这个投资自己，培养在 AI 时代的一些关键的这些特点跟能力，比如说一些创造力同情心跨学科的这些能力这些东西就是你能跟很多现在普通的人不一样的点。因为以前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但是现在一个人加了 AI 就等于相当于一个公司或者是一群人一个军队，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带领他们去哪里，是不是？你要具备这种能力，就是这种将军的实力，这种 CEO 的实力，对吧？就是你这个领导者的这种角色，然后你来领导他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这个是我们原来以前很少人会具备的这样的素养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去培养这些东西，你跟着 AI 一起去进步，去学习它，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是个历史性的机遇，真的是
就是千载难逢。那么从投资的角度，从财富的角度，如果你想有个巨大的变化，也许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你错过了，你真的是，我觉得你会后悔一辈子吗？也不能叫一辈子，那起码可以后悔很久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学，不管它是 ChatGPT 还是 DeepSeek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你要先投入进去，找一个你适合你的、你比较方便使用的东西，你先用起来，然后你再去想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而不要在边上就听别人这样叽里咕噜的随便说。你真的要去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跟你有哪些点是可以去互相结合的。你现在能在哪里的哪个什么地方去获得这个技术带给你的这种利润，或者是好处，或者是进步，你一点点的做起来，不要急功近利，你就首先用起来，用起来以后，我相信你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做起来的。你首先去用它，你把那个软件，你听完今天的这个课以后，你就去把它打开，然后去使用它，去看一下它到底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今天就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想多了解这些不管是从技术或者是金融方面的这些东西可以来关注我的频道，谢谢。